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文物都是北京故宫珍宝馆的藏品。这个馆中馆里边一共收藏着400件顶级皇家珍宝，年代则是以清代为主，主打一个极致奢华，价值连城。我们今天就从中选出43件珍宝，其中包括珠宝类20件，金银器32件，玉器与盆景31件，来逐一解说。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这里边就是珍宝馆了，咱们今天给它单独来一期。现在走起。故宫珍宝馆的门票价格是10块钱，在此之前还要先买故宫的大门票才能进来参观。珍宝馆验票的地方是故宫的西庆门，而院子里的建筑本是明清故宫的一部分，现在改成展馆了。刷票进门之后，左手边是珍宝馆的入口，右手边就是著名的故宫九龙壁。这是一座单面的琉璃影壁，建造于公元1772年，也就是乾隆37年。影壁的正面雕有9条姿态各异、颜色不同的盘龙，中间一条黄色的正龙就是九五之尊的象征，上方则是砖仿木结构，甚至做出了砖雕斗拱来，下方则是灰色石质须弥座。越过第一道门洞往里走，就看到了一座面阔5间的歇山顶大门，这座门就是宁寿门，它就是后方宁寿宫的入口。现在我们穿过这道门，就看到了一座面阔9间的重檐5殿顶大房子，这就是皇极殿，也就是乾隆皇帝当年办千叟宴的地方。很多来参加宴会的老人，前脚吃了皇后的席，后脚家人就吃了他们的席。因为古代交通落后，得坐着马车在土道上颠好多天，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年轻人都未必经得起折腾，何况是岁数大的人呢？不过这个店不让进，只能隔着门凑合看看。现在我们往前一路快进到珍宝馆的珠宝厅，一进门吓我一跳，这里的宫廷珍宝怎么还带标价的？因为这屋里是文创店，再往前走才是真正的宫廷珠宝。第一件看到的是翡翠嵌珠宝鱼饰盒，我这是头回知道翡翠居然还有白色的，而鱼鳍、鱼鳃和鱼尾上边的红点就是镶嵌的珠宝了。下一件是金嵌花卉纹镶宝石盒，中间是碧玺做的牡丹花，翡翠做的叶，周边是各色宝石共318块，都被打磨成了圆形，其余金色的部分则是花卉纹浮雕了。然后是金嵌宝石炉瓶盒，左边是瓶，中间是炉，右边是盒。炉的脑袋尖很明显是碧玺材质的，盖子和三足上则是各色的宝石，身上这颜色明显是绿松石。重点看左侧这2根，这个叫做香柱，是用来加香料块的。再往后有几件铜镀金嵌珍珠红宝石带饰，这上边是大坨大坨的红宝石，看起来就像是石榴籽一样。如你所见，皇家宫廷对宝石的态度，那就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下一件是金嵌珠宝带饰丝带，这白色的带子本身是丝带，但上面的几处黄金装饰就是名字里提到的金嵌珠宝带饰了。资料也没明说是什么珠宝，看颜色像是珍珠加碧玺所做出的简易珠花。后边这件绿色的壶看着不像是宝贝，其实它是青玉镶金嵌玉石双耳钧池，它的底材是青玉，上面镶嵌的花纹则是黄金和玉石做出来的。双耳在侧面非常小，并不是很好找。钧池其实是僧人水具的原型，之前我在云冈石窟见过，如今这个钧池也就只是保留了个名字罢了。下一件是白玉错金嵌宝石碗，别小瞧这个碗，金专家推断这是用名贵的和田白玉经苏州匠人之手雕刻而成的宝物，侧面的红色小花就是用宝石制作而成的。再往后是2件扳指，都是黄金做里子，外层用玉石制作而成的。早先是射电用的工具，后面越做越名贵，就逐渐变成了身份的象征。后面则是一大组宝石戒指，它们也拥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几千年前的宫廷之内，一旦后宫嫔妃来月事了，就把戒指戴上，表明不可与帝王同房，戒指即为戒指之意。而后期的戒指则倾向于用贵金属和宝石来制作，逐渐的它也成为了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下一件很重要，它是金胎绿珐琅嵌红宝石高足盖碗，这是乾隆70大寿的时候，60班禅给送了一件银胎绿珐琅嵌红宝石高足盖碗。
乾隆看了很喜欢，就命令造办处仿制了一件金的，也就是眼前这一件了。再往后是一件东珠朝珠，朝珠是高级官员佩戴的珠串，一串共用珠子108颗，而眼前所用的主要材料就是产自东北地区的东珠，这是清朝统治者眼中的珍宝。后面的手串也是从念佛用具演变而来，因为一串共用18颗珠子，故又名为18子。附近还有2个手镯，这种装饰品也是由来已久。之前我在解说造像时，经常说菩萨带有臂穿、腕穿，他们就是清代手镯的亲戚。甚至我们可以就此判断，在寺庙中看到的佛和菩萨造像，他们的现实原型便是能戴得起手镯的富贵之人。后面还有一组耳环，在更古老的时代，耳环被称为当。孔雀东南飞里有耳着明月当之句，证明在那个时代戴耳环已经是流行风尚了。再往后是一组华贵的领针别针，其中有那么一个别针是四妹的形状，后边还缺损了一块，也不是不可以。仔细看，蛛网是用金丝缠绕而成的，而蜘蛛的腹部则是用一块大碧玺制作而成的。再下一件很重要，它是金蕾丝嵌珍珠宝石五凤钿，钿是皇后嫔妃过节时戴的帽子，它的流苏和帽体上都镶嵌着大大小小的宝石，可以说是极尽奢华。一个钿就如此气派，那官得奢华成什么样，简直不敢想。后面是2只华贵的簪，一只是金的，另一只是银的。那只金簪上有一个金蜻蜓，是在黄金的基础上镶嵌了珍珠宝石制作而成的。更后方还有个寿字纹金簪，其中有大量珍珠宝石簇拥着中心地带的寿字。附近还有2只符文簪，就是花纹比较纷繁复杂，导致符文也变得比较抽象。符通符，所以符文也是常用的祥瑞符号。簪的样式并不仅限于此，后边还有花盆形状的银镀金宝石簪，那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真正比较陌生的是后边的2只金镂空嵌宝石扁方。满清妇女在梳旗头的时候需要用扁方作为支撑，它的作用和簪子其实是一样的，只是造型不同而已。最后压轴的2件宝物是点翠冠。先看这件金嵌珍珠皇后东朝冠，这是皇后和皇太后在冬季大典时戴的礼帽，和前面的钿就不一样。仔细看侧面，这边是用金丝做成了蕾丝金凤。《红楼梦》里有一个回目是诺小姐不问蕾金凤，当初看书时不知道什么叫蕾金凤，这不就看见实物了吗？而且它的上边还镶嵌了300多颗珍珠以及多种不同的宝石，所以显得无比华贵。下一件是点翠嵌珍珠宝石金龙凤冠，这是皇后的大典礼帽，也是从明13陵的定陵中所出土的凤冠，上边共有数百块宝石以及5000多颗珍珠，而上面的蓝色用的则是点翠工艺，也就是把翠鸟的羽毛给逐一贴到凤冠上边去，所以它看起来简直是又华丽又精美。不过这种花里胡哨的帽子戴起来未必舒服，这话是在前年我跟老朋友南希在成都戴过近似的帽子，扎的脑袋生疼，现在想起来还疼呢。至此我们就看完了珍宝馆里的珠宝馆，然后我们来到了金银器馆。首先看到的是金庭式香薰，这些不是纯金的，而是用的8成金，但那也很珍贵了。其屋顶为重檐6角攒尖顶，其檐角高挑且挂有峰铎，栏板上则有镂空蕉叶纹雕饰，中间镂空雕饰为万字纹，还夹杂了若干寿字，下方基座则是6角形，外侧还有勾栏，这总体的造型可谓之细节满满。下一对是金角端型香薰，所谓角端就是一种祥瑞之兽，能够日行18000里，且通晓4方语言。这个成品就是香薰炉，在角端的肚子里点香薰，然后香烟会从嘴里出来，再扩散到屋子里的每个角落。然后是金双凤纹盆，双凤在盆中心的位置，既然它放在这个位置，那必然不是为了实用，因为它很容易磕到手。实际上那是皇太后和皇后的仪仗用品，它已经不再是一件简单的生活用品，而是一件礼器，所以才会做成这个样子。下一件是金云龙纹提炉，这提炉是用黄金做的，然后用金链子与提炉的杆连接了起来。这个提炉杆前的龙头也是金的，杆体则是用紫檀木做出来的，可以说是处处华贵。这件珍宝也是皇帝仪仗中的一部分。然后是一组金爵杯，这个造型比较简单，没什么花纹，但因为是黄金材质的，所以就被放到这边了。后边的大盒子看起来不像是金的，它其实是金胎珊瑚雕云龙福寿纹陶饰盒，金子在里边，外边则是一层雕着福寿纹的珊瑚。
再往后是金赞花卉纹嵌珠宝如意式香薰。如果我没看展示牌子，我就以为这只是一把金如意了。其实这是镂空的香薰，里边有地方放香料，而外面除了黄金之外，还镶嵌了大量的各色宝石，实在是光芒夺目。下一组是金嵌翡翠碧玺花叉，连花叉都是金的。另外这个名字已经很直观了，金花叉外边的花就是碧玺，叶子就是翡翠，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然后是银赞山水人物提梁壶，我之前和苗族银匠打过交道，按照专业人士的说法，银子本身不值钱，但是工艺比较值钱。这件当然也是如此，它上面的精美图案很值钱。后面是银方斗式套杯，这个倒是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花纹，但仔细看杯子的底部，发现这边是有字的，这就是另一种工艺上的细节。然后是金蕾丝嵌松石盘，它上边的花卉便是镶嵌上去的松石，但在俯视视角就很难看出它是蕾丝工艺做成的。下边兽族的蕾丝外形倒是挺明显的。下一个大茶杯看起来不像是很值钱的样子，其实它是金盖托白玉杯。简单来说，上边的盖子下边的托都是金的，中间的杯子则是白玉的。后一件宝物是金赞夔龙宝相花纹扁壶，它的侧面确实有大量夔龙纹，那中间这个位置就是宝相花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复杂的宝相花。然后是一件金镂空大吉葫芦式香薰，我们一眼就能看到大吉两个字，但仔细看镂空的位置就能发现那些地方还有很多寿字、喜字和万字，每一处细节都自有其祥瑞寓意。再下一件是金嵌珍珠天球仪，所谓天球仪其实就是自古有之的浑天仪，是测量天体运行的仪器。但这件的珍贵点在于它是用黄金制作的，而且上面镶嵌了3200多颗珍珠，用以指示星辰，其价值不言而喻。后两件都是银蕾丝器具，这是用银丝编织成网状，最后焊接到器物上制作出来的。后一个大金玺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这件是金蛟龙钮奉天之宝玺，是从沈阳故宫那边带过来的。它边上的牌子则是用象牙制作的，这是清太宗时期，也就是崇德年间的宝物。这两个名号远不如皇太极的知名度更高。然后是几件珐琅器，所谓珐琅器指的是在铜胎之上用硅酸盐类矿物颜料上色所做出的器具，但故宫珍宝馆这几件用的可不是铜胎，而是金胎，这个含金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在后一组是用金做成的佛龛，像是普通的佛龛，在这个馆已经不足为奇了。但后面有件金嵌珍珠松石楼式佛龛，这就很厉害了。它的屋顶是歇山顶，上下一共是2层楼阁，里边摆着6个小佛像，外面则镶嵌着大量的绿松石饰品，珍珠则镶嵌在佛龛的周围了。就这件展品可谓之极尽奢华。下一件是金盖托玛瑙葵瓣碗，碗是葵花形状的，镶了金边的玛瑙碗，底部刻了个寿字，这是一件宋代文物。而金盖子、金托盘则是清代后配上的，上面镶嵌了很多珠宝，造型颇为纷繁复杂。跟它一比，后边的金盖托白玉碗都有点相形见绌了。珍贵是珍贵，但在纷繁精巧上远不如前了。然后是金嵌珍珠宝石藏经匣，这个金盒子的外侧镶嵌了各种各样的宝石，而金盒子里边的经书则是我们熟悉的大悲咒。后面这一组是金嵌珍珠宝石七珍，这是清朝宫廷的佛前供器，是以黄金为底，镶嵌各种珠宝制作而成的。所谓七珍分别是轮宝、白象宝、干马宝、神珠宝、玉女宝、主藏陈宝、将军宝。七珍之后便是金嵌珍珠宝石八宝，所谓八宝也就是佛教中一组8个的法器，分别为金花、金盖、金螺、金轮、金伞、金长、金冠、金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轮螺伞盖、花冠鱼肠。最上方是用金蕾丝做出的这8件宝物，最下方则是紫檀木座子，其通体镶嵌各种宝石，可见其造价高昂。下一件是金蕾丝嵌松石坛城，印度僧侣在修行时会修建土坛，设置佛像，以避免邪魔外道入侵，这个就是坛城。眼前的坛城也属于此类，只不过它是用金蕾丝工艺做的，所以身价就上去了。然后是金嵌宝石释迦牟尼像，这是清乾隆年间造办处用9成金制作的佛像，仔细看背光区域竟然还镶嵌着玻璃。前面的佛陀则以全家福坐姿端坐于妇联宝座之上，这么大个的金佛必然是造价不菲。它旁边的一尊是金嵌珍珠弥勒立像，
因为头戴花冠，所以它还原的是弥勒成佛之前的菩萨装束，成佛后即是未来佛，既见未来，为何不拜？下一件是金镶珍珠宝石富波士塔，这座塔的最下层是四方形的树腰须弥座，塔身的中部是富波，中间还开了个捆门，它下边还有3层叠色，再往上是多层相轮，塔刹位置则是仰月和宝珠。和普通富波士塔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用黄金打造的，上边还镶嵌了大量的珍珠宝石，简直是奢侈到家了。对面的一大堆是金蕾丝万年如意，一共有60把，上面还刻着字，柄上的字是万年如意4个字，如意头部的字则是从甲子到癸亥的60甲子纪年。再往后则是一件金嵌宝石8角富波士塔，这方面用的黄金珍珠宝石咱们前面看过不少了，这次重点说点前面没有的。看塔刹的位置竟然是一个佛龛，而且下边还是带勾栏的，下方的塔身则是密檐式塔，富波的造型则在最下层的塔座位置，下方还有2层复联，可以说是大范围还原了现实中的此类建筑原型。后一件金蕾丝嵌珍珠宝石富波士塔更是重量级，这个造型比起前几个也是各有千秋，上边镶嵌的宝石则更是密密麻麻，看到这个玩意儿就有一种参观巨龙巢穴的美感。不知是何等强大的力量掠夺来了如此多的财富，然后造出了这些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至此我们就逛完了金银器馆，然后我们来到珍宝馆的另一侧，这边放的是玉石和盆景，我们干脆混到一起说了。先看这件铜镀金赞寿字盆红宝石梅花盆景，既然叫这个名字，那么花盆上的这些金色浮雕字自然就是寿字了，而上面的那些花朵则全都是用红宝石做的，简直是华贵无比了。跟它一对比，附近的青玉活环耳盆红珊瑚盆景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上面的红珊瑚本身很珍贵，但花样在下边的青玉盆上，正面像是浮雕的大蝴蝶，两侧像是铺手衔环，整个盆子的造型可以视为对古代青铜器的复原。下一件是掐丝珐琅海棠式盆玉石牡丹盆景，下方这个花盆的配色很明显是珐琅器的颜色，而上面的这些花朵则明显都是用玉石做出来的，这个不会是宝石，我也没见过这么大块的宝石材料。旁边一具小的是金长方盆玉石珐琅松鹤盆景，那么顾名思义，这个花盆是金的，而上方花朵之类的装饰则用了珐琅上色，附近发红发橙的东西则是玉石做出来的。然后是来自法国的铜镀金4明钟，你看这东西放错地方了，应该放到钟表馆里。这个钟表的外形是一个铜镀金的亭子，四面镶着透明的玻璃，从四面都能看到里边的钟摆，可能这就是4明的意思。但附近这件来自英国的铜镀金花盆式表，这个放珍宝馆没毛病，因为上边的钟表是配角，用铜金以及很多宝石做成的花盆才是主角。后一件是碧玉雕云龙纹瓮，这是一个清代玉瓮，用的材料是新疆的玉料，雕刻的匠人则是扬州的玉工，前后一共花了5年工期。别看这个玉瓮在镜头里不起眼，其实它重达600斤，也是一件价值很高的珍品。下一件是金赞花长方盆玉石梅花盆景，那么下面的花盆明显就是加了赞花工艺的花盆，而上面的朵朵各色梅花以及红色的小果子则都是用各色的玉石精心打磨出来的。旁边还有一盆同款的换色版本，旁边是一盆画珐琅盆玉石玉兰盆景，和前面的一样，下面的盆用的是珐琅工艺，而上面的那些花朵则是用玉石做出来的，尤其是用白玉做出的玉兰花，和真的也很像。至于盆里边立的那几块深蓝色石头，这个观感则很像是青金石。然后是一件铜镀金嵌珐琅盆珊瑚菊花盆景，珐琅的盆子不用多说，关键是上边的菊花，它的花瓣比较长，用珊瑚来制作更合适，叶子当然也是翡翠的。至于下方的粉色小花朵，则是用碧玺制作出来的。后面是画珐琅盆碧玺桃树盆景，这个盆景里边最为抢眼的看点就是用碧玺做出的桃子以及桃花了。不过枝叶不怎么值钱，这用的就是普通的木枝和树叶，只是把叶子给染蓝了而已。下一件是画珐琅盆蜜蜡佛手盆景，这上面的佛手是用蜜蜡做出来的。这里要多说一句，蜜蜡名字叫蜡，其实根本不是蜡，而是琥珀的一种，只是因为长得像蜡，所以得了这个名字。后一件是青花瓷盆玉石腊梅盆景，这次的盆终于换成了相对便宜的青花瓷，但上面的腊梅则是用黄玉制作出来的，这个做出来倒是和罐头里的荔枝有点像。
然后是一组金银主题的展品，下方的盆都是银六方盆，上边的树都是金树，左边是金桃树，右边是金铁树。再往后是一件剔红海棠式盆玉石梅花盆景，上面的梅花是用玉石做的，这没什么可说的。我们重点说说没出现过的剔红花盆。这个剔红又名雕漆，是京城的一种漆器工艺，就是在盆上厚涂漆料，然后用刀雕刻出花纹，这就是剔红。它附近那一组是同款，只不过是把梅花给换成了杏花，但材料和工艺和前边是一样的。后一件是木茶葫芦架玉石仙人井，这最下方的海浪是青瓷制作的，仙人乘坐的船则是一个根雕作品，而仙人本身则是用玉石制作而成的。下一件是碧玉雕采山图山子，这是用碧玉制作出来的工艺品，用的是新疆的于田玉。工艺品中被雕刻出来的两个人就在山中手捧玉石，结伴而行。所谓的山子指的就是用玉雕刻出的假山，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工艺品。然后是金嵌松石方瓶玉石花卉景，这边的花叶是用玉石做的，瓶子是用黄金做的，而瓶子上面的花朵则是用绿松石拼出来的。附近是铜镀金嵌珐琅海棠式红珊瑚盆景，它插在上边的一大根红珊瑚本身是比较珍贵的宝物，而它下面的花盆则是用珐琅工艺做出的盆子，看起来也很精美。然后我们穿过一道门，来到展厅的另一半，进来之后第一时间看到一件翠雕鹤鹭同春图山子，这是用翠绿雕刻成山形，雕出了峰峦叠嶂的美感。而在山下右侧是松鹤形状的浮雕，左侧则是两只鹿，一只卧着，一只站立着。后面的一个杯子一个碗都是用玛瑙雕刻出来的，这和前面见到的其他珍玩观感又有所不同。这两件是略带茶褐色的半透明器具。然后是一组珐琅器，按道理来说珐琅器也是很珍贵的，但我们之前在珍宝馆里看到了太多的宝物，所以这些珐琅器显然就被前边的稀世奇珍给比下去了。下面是一组黄玉做的玉器，别的都好说，最后一件画风就不太一样，它是一个碧玉佛手花叉，上面可以插花，所以我们看到的样子就完全不是它的颜值上限，插花之后才是。再往后是一只白玉壶，一只白玉杯，这些都是清宫常见的生活用具。壶是瓜棱形的壶，造型素雅，同时又不失珍贵。后面这件小型的玉器是白玉雕铜阴仕女图山子，虽然这个造型根本不像是一座山，但它也叫做山子。中间门洞这个位置抠掉的玉被另外做成了玉碗，所以这件工艺品其实是剩余玉料的二次利用而已。再往后的两件器物，绿的是碧玉器，红的是玛瑙器，它们在造型上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全都是模仿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制作而成的。然后是一件孔雀蓝色玻璃长镜瓶，这是当时的高科技产物，但现在玻璃工艺发达的多了，所以它放到今天就显得没那么厉害了。下面是一些孔雀石器，这个一看颜色就能认出来，在被加工成工艺品之后，它们总体上还是装饰性居多，实用性其次。后面是一老堆鼻烟壶，其中有一件发晶鼻烟壶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它的材料是以水晶为主，带有头发形状的其他宝石杂质，所以叫做发晶。再往后是一组水晶器，它的特征就是无色透明，但某些水晶器的造型也是值得我们说到的。比如这件水晶雕四宫，它的造型也与上古时代的青铜寺是同根同源的。下面一个盆景看起来就像是一盆普通的万年青，其实它是一盆用碧玉制作出来的万年青。至于它下面的盆子则是漆器，所以它的全名其实叫做田七八仙图统式碧玉万年青盆景。然后是一票青金石的工艺品，之前咱们看到的青金石都是在盆子里当配角，现在终于见到当主角的青金石了，它这个深蓝色还是挺醒目的。后面是一件画珐琅开光山水人物图贯耳瓶，这件珐琅的开光位置就是两侧的绘图位置了，而这个位置上描绘的就是山水之间的人物生活场景了。至此，我们终于看完了北京故宫珍宝馆中的83件珍宝级文物。至于沿途走过的建筑，包括珍妃井什么的，那些留待将来说建筑的时候再去细细聊它。虽然我们今天只看了内部的这些展品，但也足够让人大开眼界了。所以说这10元的门票还是挺值得的。放在100年之前，这些珍宝都是皇家用品，不是普通人能见识得到的。也多亏大清亡了，我们才能见识到它们，从而给我们的旅途增添一段不一样的回忆。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订阅加小铃铛，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